大家好，我是不短小也很精悍的相声 UP 主星辰。2023年10月刚刚上任1周年的印度驻英总督兼小不列颠还不怎么联合王国尚书令苏纳克向臣民宣布了一个有点坏的好消息，计划长达14年，原定2026年运营，限定2041年通车，预计建造20年的英国最大基建项目高铁2号线。由于预算从309亿英镑暴涨到惊人的1060亿，为了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决定取消北段建造计划。好消息是，这一下足足节省了360亿英镑。坏消息是，经过数轮闪电旋风劈、破空寒冰砍后，这条号称英国经济增长引擎的高铁线已经从530千米缩水到190千米。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前首相卡梅伦怒斥苏纳克自毁经济，约翰逊和特拉斯则表示绝望。包括曼联、曼彻斯特大学、高铁集团等30多家团体更是集体上书直抒胸臆，就差要天诛国贼了。连日本时报也颇为讽刺地写道：英国模仿日本新干线未获成功，通货膨胀预算超支需要关注，但裁减目标不应该是高铁这种长线基建。堂堂5大善人，何至于区区一条高铁都整得如此跌宕起伏呢？转发加3连，这就是高铁。听戴英说。众所周知，说铁路不说英国，就像提到2战不如法，是不完整的。1802年，英国工程师理查德发明了首个铁路蒸汽机车。1825年，英国铁道之父史蒂芬逊主持修建了世界第一条商业运输铁路。1830年，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开通了世界第一条具备时刻表、信号系统、双线运行、完全使用蒸汽机的现代铁路，世界由此进入铁路时代。紧随而来的维多利亚时代，戴英开始轰轰烈烈的铁路大基建。到20世纪初，铁路总里程超过3万公里，可谓是遥遥领先。伴随着殖民狂潮满世界横踢竖卷，日不落戴英更是不辞辛劳的将铁路出口到全世界。中国、印度、埃及、加拿大的铁路最早都是英国人修的，极大的方便了东亚贩鸦片，西非抢石油，南亚收茶叶，北美购矿产。弹幕里的吴彦祖要问了，那为啥现在拉了呢？次要原因是历经2次大战洗礼以及殖民地争相独立，当年的日不落成日不过了。主要的呢，则是铁娘子撒切尔的杰出贡献。这位戴英裱糊匠除了把重工业卖了吃席，将核电私有化废掉后被法国收购外，还推动了另一项壮举——铁路私有化。在他之后，高举自由大旗的戴英将完整的英国国铁拆分为客运、货运、铁轨、车站、售票、运营等若干部分，经营权外包给近100家私人企业。应该说效果非常显著。私有化后的英国铁路创造了欧洲票价之最，以及铁轨被偷车站着火中途迷路、铁路被淹、司机半路停车罢工等一系列壮举。原本奔着省钱去的私有化，但截至2018年，戴英对铁路补贴反而增长到1980年国有化时的3倍。此外呢，由于维护铁轨和运营车辆分属不同公司，接连导致了1997年索萨尔火车相撞事故，1999年拉德布罗克格罗夫火车相撞事故，2000年哈特菲尔德脱轨事故，负责铁路维护的私企直接倒闭了，不得不重新交给国企接盘。在如此德政之下，当世界进入高铁时代，铁路先驱戴英反而落伍。北边大片区域的铁路甚至还是100年前维多利亚女皇的遗产。直到2003年才与好兄弟法国合修了第一条长108公里的高铁线——欧洲之星。在巨大运输优势下，尝到甜头的戴英终于意识到，可不敢丢高铁呀！高铁要是丢了，经济就不保了。2009年1月，时任工党政府宣布了一项宏大计划，斥资200亿英镑修筑一条贯通不列颠的铁路线，由新成立的高速2号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根据交通部长长达1年的考察，当年12月，筹备组便向内阁递交报告：建，必须建，重铸大英帝国的荣光，我辈近在眼前。应该说，这次戴英动作非常迅速仅仅讨论3个月后，内阁便向下议院提交了一份厚厚的可行性报告，高铁2号线计划正式出炉。然后工党政府就下台了。新上台的保守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立即对计划展开审查。由于新任交通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要求重新考虑路线，遭到拒绝，双方快进到扯皮模式。
好在呀，1年后飞利浦被调任国防部长。至于出身保荐公司董事的交通大臣为何能当国防部长，这就是戴英的神奇了。更好的是啊，新任中堂卡梅伦对高铁很感兴趣，在首相大人的鼎力支持下，高铁2号线大纲迅速确立，全线约550公里，设计时速402公里每小时。第一阶段从伦敦向北连通伯明翰，向南与高铁1号线相连。第二阶段从伯明翰呈 Y 字形，分别连通曼彻斯特和利兹。按说呀，要想富先修路，修路在任何人眼里应该都是好事，但除了戴英，很快啊，鸟类保护协会、野生动物信托基金、停止高速2号联盟纷纷成立，四处抗议，理由包括修高铁、破坏森林、打扰动物安宁、增加碳排放等等。好在久经战阵的戴英官员迅速打出了环保牌，高铁是为了零碳出行，反高铁就是反环保，谁赞成谁反对。此番魔法对轰之下，事情稍微平息，英国交通历史的新篇章终于要开启了吗？2012年1月，时任交通大臣贾斯汀宣布，高铁2号线继续施工，预算327亿英镑，计划2026年运营，2033年全线通车。卡梅伦亲自站台，表示建设高铁就是建设英国的未来。然后他就得知了一个噩耗啊！环保组织将这件事儿告上欧盟委员会了，理由是违反欧盟法律。由于欧盟委员会宣称只有英国法院司法审查完成后才能应诉，这群人转身以环境评估不足将交通大臣告上英国法院。对这群重治，戴英怒了，他妈的，堂下何人，为何状告本官啊？接下来的4个月，英国法院2次驳回上诉，并拒绝将案件移交给欧洲。2014年，环保组织一路告到最高法院，再次被驳回。咱戴英今天是饭后嗑巴豆啊，看爷给你整个大的！为了彻底清扫障碍，戴英专门出台了2013年高铁筹备法案和2017年高铁法案，提交下议院通过。2017年得到女王御准，这下看谁再敢反对。2017年，距计划提出仅8年之短后，伦敦到伯明翰沿线的1期建造合同正式签署。当然了，这期间高铁2号公司也没闲着，陆续策划了几条新支线，在北方新增铁路枢纽克鲁站，让铁路延伸到利物浦与西海岸干线贯通，东段则通到约克与东海岸干线相连，向南连通高铁1号线和伊丽莎白线。如此庞大的工程一旦成功，我戴英帝国的复兴必定是大碗里装糍粑啊，稳稳当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各部门开始第一步征地，然后他们发现这活忒有难度了。对于的1期土地房产征收，戴英准备了足足11亿英镑。没想到的是，大多数英国人态度是方便交通、发展经济，我非常理解。什么高铁要从我家附近经过，绝不允许。好在法律规定，只要给出高于市场价10%的赔偿，就能合法强拆。世上无难事，只怕没钱人，不就是钱吗？给！紧锣密鼓的工作一直持续到2019年2月，1期工程沿线房产征收终于大概也许可能完成了50%，仅剩819处办公室、若干农场房屋需要购买。不过此时已经花了20.5亿英镑，预计最终需要50亿英镑。更离谱的是，由于规划工程师使用了2011年制作的旧地图，征地工作组发现高铁居然横穿一个刚刚建成、足足有200栋房屋的住宅区，承包商卡里利恩工程公司原地破产了。当然了，能用钱解决都不叫大事儿，但遇到不缺钱的，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已故王妃戴安娜的弟弟斯宾塞伯爵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高铁要经过他的家族庄园，虽然斯宾塞家族早在1645年就已不在该庄园居住，但祖宗之地不可叨扰，坚决反对。英国大主教理事会也表示，噪音和震动会迫使农村教会关闭，政府必须采取恰当的教会保护措施，否则他们不支持高铁。更令人暖心的是，当施工队来到刚征的土地，一铲子下去，立刻收获了惊喜。比如11000年前史前人类用的碎石工具、铁器时代定居点、古罗马人建的城镇、玫瑰战争古战场等等。为了避免被扣上破坏古迹的罪名，施工队不得不对全线进行激光扫描。短短102公里的路线，足足发现了60个考古遗迹，图啥呢？图160。没法子，施工队只能找来考古团队共同工作。至此，这片高铁工地上出现了一番奇景，没有推土机的轰鸣，而是考古专家在耕耘。是的，戴英把高铁工地变成了欧洲史上最大规模考古现场了。西安地铁直呼内行。
后来坊间又是一首带鹰疗发少年狂，左一挥右女王。遥想当年基建第一强，3万公里铁道铺，日不落龙脉长。如今100年换朝堂，民众怨环保狂。高铁2号现场考古盲，教会贵族齐声讨，看首相愁断肠。除了征地阻力漫天，成本失控更加难缠。众所周知预算越少，开工越慢，开工越慢，预算越多，所以预算越少预算越多。2015年，英国宣布高铁2号预算从327亿调整为557亿英镑，到2019年再次飙到880亿英镑。弹幕里的金城武可能要问了，钱花哪儿了呢？应该说钱花在能花的地方。比如2016年高铁2号公司裁掉94名员工，有好事的媒体查了下，赔偿金高达276万英镑，其中176万英镑是未经授权意外多付的。这之后，《星期日邮报》又公布了一则小趣闻，为了给高铁让路，高铁2号公司在齐尔特恩区斥资2100万英镑购买了数十栋乡村别墅，但钱花了，房买了，由于当地团体强烈反对，铁路居然绕道了。2023年，高铁2号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瑟斯顿被弹劾开除，原因是在项目严重超支下，此人居然不辞辛劳，拿了60.5万英镑的高薪，甚至还给自己安排了4.6万英镑奖金。嗨，你不拿，我怎么拿？我不拿，史密斯议员怎么拿？史密斯议员不拿，怎么进步呢？是不是？此外，由于环保动保组织频繁搅乱，高铁路线的设计不光要翻山越岭，还得上天入地。比如穿越山谷的高架桥和钻入地表的隧道，只为减少对沿途自然景观的破坏。为了避开工业区和民房，不少地方还需要移河改道，甚至是拆掉现有桥梁，改河道，再建新桥。而这每一项工程都需要大笔银子。2020年2月，高铁2号成本再度飙升至1060亿英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局对内阁出具的报告显示，该项目已经无法交付。其实到此为止这个高铁项目要想成功，只剩一条路，搞基建，你找基建狂魔呀！早在2015年，卡中堂还在位时当时的中英处于黄金时代，双方就援建核电、高铁展开过洽谈。没想到1年后他下台了，老领导好不容易凑出一桌菜，新领导上台直接掀桌了。鲍中堂上位后，双方再度就展开谈判，中铁承诺以固定价格承接，5年建好，预算比当前大幅缩减，保质保量，并提供80%项目融资。此消息一出戴英上下极其震惊，不好了，老佛爷，洋人来给我们修高铁了。最后不了了之。2020年2月，虽然预算隔天一变，规划东征西建，抗议游行连片，环保线下开练。为了彰显戴英天威，鲍里斯力排众议，我戴英虽然落魄，区区一条高铁不算啥，不管多贵都要建，要自己建。9月，鲍里斯亲自出席剪彩仪式，号召英国展开一场交通革命，高铁2号项目正式开工。开工仪式刚刚落幕各路豪杰群贤毕至，共襄盛举。野生动物团体称，高铁穿过100英亩古老林地，影响2400种不同动植物，号召反对者走上街头抗议。这之后，告官失败的环保人士接力而来，以线路经过农田为由，组织数十万人请愿停工。又一段时间后，停止高铁2号联盟成员也加入战场，他们声称高铁2号是彻头彻尾的灾难，不受欢迎，不需要等等。数百人甚至闯入尤斯顿车站的隧道施工现场，导致工程瘫痪，警察不得不专门成立驱逐分队。与此同时，批评高管拿天价薪水、项目毫无进展的声音不绝于耳。苍天啦，大地呀，这还能不能修了？2018年，项目总指挥兼公司董事长摩根爵士率先辞职跑路。2021年，心力交瘁的高铁2号公司董事长艾伦·库克跑路。根据他的说法成本飙升是因为前任为了让工程性价比更高，报价时人为压低成本，导致窟窿太大了，实在堵不住在他辞职后，由于高铁2号公司在戴英臭名昭著，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交通部居然找不到人接盘。进入2022年，没有董事长的高铁2号更加多灾多难。在脱欧、俄乌等一连串冲击下，戴英混凝土钢筋企业1个月涨价30%，再配上疫情，劳动力成本直接翻了几倍，麻了，真麻了。此时项目总预算已经提高到2000亿英镑，既然目标无法达成，那只能修改目标了。早在2021年，伯明翰利兹的东段线路被取消，几个月后，戈尔伯恩支线也被取消。
由于成本从26亿英镑飙升至48亿英镑，尤斯顿车站也暂停施工，这意味着高铁2号只能抵达伦敦中心10公里外的郊区。当然了，还是有好消息的。2022年1月，将高铁2号线延伸至曼彻斯特的法案终于提交议会。然后，这一计划就在2023年10月被首相苏纳克正式取消。一同被取消的还有整个北段建造计划。至此，原本 Y 字线路被砍掉枝蔓，仅剩伦敦到伯明翰的直线。苏纳克承诺，节省下来的360亿英镑将被用于翻新改造或升级各城市内部、郊区以及城市之间现有的铁路和道路网络。此消息一出，引起强烈反对。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非常沮丧和愤怒。咱住英格兰北边就是二等公民吗？ BBC 也对工程频繁延误表示严重关切。对于记者的质疑交通部给出了汉弗莱式的回答，政府仍然致力于建设高铁2号线，这在财政部的秋季预算案中得到证实。除了提供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该项目还将连接英国各地，提供更环保的出行。此处我有一联，上联120载再现王朝风采，无奈开摆；下联2000亿英镑重铸帝国希望，直呼上当。对了，本着减量不减价的原则，这条骨折版高铁2号线的价格依旧超1000亿，相当于每公里花费6亿美元。为了避免烂尾，英国正在考虑削减工程难度，减少高铁发车量，降低速度，来继续降低成本。我有一计，请诸君静听。要不高铁2号改用马拉不影响环保，且成本必定大降啊。1807年，英国威尔士出现第一台铁路列车。1825年，世界第一列铁路载荷运行的蒸汽机车在英格兰投入运营。1880年，英国铁路最高时速已经超过100千米每小时。遥想当年雄居世界的日不落戴英，满世界修铁路搞殖民。再看如今，这个发明铁路运输的国家，如今却无法建设起首都与第2和第3大城市之间的高铁项目。不得不说，这也是英国笑话了吧？一个驾崩的老佛爷，一个登基的新君，一个频繁改换的中堂，一群担心铁路影响环保的臣民，外有列强，内有刁民，高举环保大旗，却行阻碍国家之实，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